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上一期的视频是给大家分享了我们这个2楼呢装模板的过程。其实建房子呢是有很多造型的，在我们山西这边建房呢，现在基本上也是按照一些客家的建筑风格去建房子的。然后我们苗族这边呢，绝大部分都是木房，木房建房呢就相对于要简单一些。那现在建这个砖房呢，就会有一些简单的造型。比如说安装这个模板的那边呢，已经差不多做了一个固定，这边呢是正在吊这个墨线，然后几个师傅呢在这里把罗马柱的尺寸位置给抽定出来，现在用钢管的扣件给它全部扣住，防止在打这个橡胶的时候呢，它不会出现一些倾斜。整栋房子的建造要用到的材料很多，我们全部出钢管来搭建这个脚手架。你看这个就是1米的钢管，然后这边的最长的有6米，背后还有些4米。用的东西很多，像这个就是顶头，这个就是一个顶头，做支撑的时候用得上。然后像这些呢，就是一个扣件，把这个钢管和钢管之间有个连接的一个扣件，这样子呢会更牢固一些。安装这2根罗马柱的模板还是挺麻烦的，所要用到的材料也很多。今天早上又租过来很多钢管，先搭建一个架子，用这个模板切割做这个罗马柱的立柱。实际上这个罗马柱在城里面都有那种模型可以买得到，直接安装就行了。但是主人家呢不太喜欢那种造型，叫我们呢是自己人工安装，用模板做一个模型来做这个罗马柱。在这个模板里面呢，我们还安装的有几块小木板，做了一个简单的造型，要拆了模板才能够看出整体的效果。今天要把这个罗马柱安装好，然后上面的模板也要装好，大概明天呢就开始要铺这个钢筋了。今天只有5个师傅过来做工。2根罗马柱的高度接近是3.8米左右，40公分的尺寸。打这个楼顶橡胶板的时候，一起把这个混凝土打进来。房子也是因为这2根罗马柱做了一个简单的造型，整个大门口的位置是延伸出来接近1.6米左右，相当于上面呢是有一块橡胶板盖住了大门口，整个房子呢显得也是更好看一些。这也是我们湘西苗族这边大部分建房子的一个方法吧，基本上好多户家庭都是这样子去建房子的。现在几个师傅商量着这根罗马柱要怎么安装，才能够保证这个罗马柱它的4个面，也就是垂直还有侧面都在同一个水平面之上。意思呢就是2根罗马柱中间的这个跨度呢是4.8米的点钟，这个离主房子是1.8米的点钟，做好了之后是1.6米。用这个钢管来搭建这个架子，然后在钢管之上再把这个罗马柱固定住。这个罗马柱如果打上混凝土的话，接近是有最少1000多斤的重量，所以安装模板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基础的工作给做牢固，后期打这个混凝土呢，罗马柱才不会出现松动。这个叫做吊陀，用一根线吊一个铁坨，然后师傅呢从上面吊下来，3米多的高度，要看整个罗马柱到底平不平整。
这个时候就考验师傅的这个手艺了，也是平时积累的一个经验。所以做这个罗马柱啊，需要几个师傅配合来做。安装这个模板还是挺麻烦的。如果是到城里面买那种模型，它已经做好了，直接安装固定就行了。这个自己装模的话，就工序就要麻烦些。4米多的钢管，我们全部是安装这个边模的支撑。看这一排钢管呢，全部顶到这个屋顶的边模位置。整个这边的高度呢达到了4米多，然后边模呢出来是66分，我们上期的视频就给大家说了。实际上呢，在里面还做了一个简单的造型。现在呢，先拆了模板之后，我们再来看整个造型它的效果究竟如何。水泥砖每一个是2米，接近要用3000多个砖，还有钢筋、水泥、沙子。真的特别多，很多东西建好的房子看不到它整体的用量在哪里了。所以说，改造房子、建造房子，大概一栋房子的造价需要多少？在这里大概也给大家说吧。像这栋房子，前2天呢，我是刚刚和主人家算过一个大概的一个总价，他说到目前为止，打好了地梁，然后做好了基础，建成这个样子。已经是差不多用了接近10来万左右了，所以整栋房子如果最后全部建造完成，可能会要20多个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罗马柱模板安装的过程还是挺繁琐的，很多的东西。其实最担心的还就是我们打这个。如果模板没有安装好的话，整个这个柱子呢，它会出现一些变形的现象。后期呢，再贴瓷砖或者再做一些外墙装修就比较麻烦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宁愿多花点时间，一定要把这2根柱子给安装好模板。后期呢，我们会省很多这个不必要的麻烦。花一辈子的钱，可能最后都花在建房子的身上。都不是特别的好，像这样的一个房子，刚才我们说建好了之后可能就会20多个，其实这笔投入呢也是挺大的。每个家庭呢都想把房子建好，都想建的气派一些。可惜房主呢他说这个房子呢靠近马路边，尽可能的把它做成这样，也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工程能够给他一个满意的一个答案吧。希望是这个都无所谓。大家觉得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是愿意花个几十万到城里面去买套商品，还是话开30个左右，在农村来建这样的一个房子呢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